曖昧是愛情還是逃避承諾呢？你有沒有遇過這種場景呢？每天早安晚安不缺，聊天訊息秒回，出門看電影總是一起，對方甚至記得你愛喝無糖珍奶，怕冷要多帶外套。朋友們笑說你們根本就是情侶，可當有人問起你們到底是不是在一起時，他卻總是模糊帶過，就是很要好的朋友啊。你的心情像坐雲霄飛車，既甜蜜又焦慮。甜的是兩人之間的默契，焦慮的是這份關係到底算什麼？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主題——曖昧。曖昧讓人心動，卻也讓人心慌。有人說，曖昧是戀愛最美的階段，因為它有無限的可能性。但也有人說，曖昧是愛情最大的陷阱，因為它很有可能只是一種逃避承諾的手段。那麼，曖昧到底是愛情，還是一種溫柔卻殘酷的拖延呢？明安27歲，在科技公司上班，他的生活規律而單調，直到遇見同事袁凱。袁凱很會照顧人，開會時會幫他準備熱咖啡，下班後常常一起吃飯。兩人在公司裡的默契好到，幾乎大家都認定他們是一對。明安也確實感受到心裡那種久違的悸動。可是每次他鼓起勇氣想問我們是不是可以正式交往時，袁凱卻輕輕帶過說，不要着急嘛，順其自然就好。順其自然4個字就像一顆甜的發膩的糖，含在嘴裡一時很幸福，卻永遠吞不下去。半年過去了，他們依舊每天互動，卻依舊沒有承諾。明安的心漸漸從最初的雀躍轉為一種說不清的焦躁。他開始懷疑，這份曖昧到底是真的愛情，還是他只是在享受不需要負責的陪伴呢？曖昧的兩面性，曖昧之所以迷人，是因為它像一種半糖戀愛，有甜蜜卻不用承擔全部的責任，有陪伴卻沒有被綁住的壓力，有心動卻能隨時抽身而退。但問題是，曖昧能不能長久？它到底是愛情的起點，還是承諾的替代品？我們來看曖昧背後的3個誤區。誤區1，把不確定當成浪漫。曖昧的美在於猜測和想象，你會因為對方一句在幹嘛就心花怒放，也會因為他一整天不回訊息而失眠。這種忽冷忽熱常常被誤以為是心動，但其實真正的浪漫不是不確定，而是確定喲。當一個人願意用承諾來守護你，那才是真正的安心。誤區2，把不給承諾解讀為他需要時間。很多人陷在曖昧裡，總安慰自己，他不是不愛我啦，他只是還沒準備好。然而，愛情裡有一個簡單的原則，如果一個人真的想和你在一起，他會想辦法，而不是找理由。還沒準備好，有時候不是時間問題，而是他壓根不想負責。誤區3，把陪伴誤當愛。曖昧最容易混淆的一點，就是陪伴和愛的界限。有人會說，我們幾乎每天都在一起，他怎麼可能不喜歡我？但事實是，人可以出於習慣、方便、寂寞而選擇陪伴，卻未必是因為愛。愛需要選擇，也需要承諾耶。這裡有個殘酷的問題，如果曖昧這麼不安，為什麼我們還是願意留在其中？心理學家指出，曖昧之所以吸引人，是因為它同時滿足了2種需求：一、親密感，我們渴望有人懂我們、陪伴我們；二、自由感，我們又害怕被綁住，害怕承諾帶來的責任。
對某些人來說，曖昧是一個安全的平衡點，既享受親密，又保有退路。但這種平衡是假的，因為總有一方會付出更多，渴望更多，最後受傷最深。就像明安，越投入越難抽身。現代社會的曖昧文化，在這個選項無限的時代，曖昧變得比以往更普遍。交友軟體、社群平台、訊息秒回，讓人隨時能找到陪伴呢。有些人其實不是想談戀愛哦，而是害怕孤單啊。他們需要有人填補空白，卻不想背負責任。這樣的心理讓曖昧變成一種時尚，甚至被合理化為不急着定義關係，這樣才自由。可是愛情如果沒有方向，最後只會變成一場消耗。生活中的啟發：一、真正的愛不怕定義。如果一段關係真的健康而穩固，它應該能夠清楚定義，我們是彼此的唯一。模糊不清只會帶來不安。二、愛情不是逃避責任的遊戲，承諾不是負擔，而是兩個人共同選擇一起走下去的證明。沒有承諾的甜蜜，往往只是自欺欺人。三、敢於問出口，才能知道答案。有時我們不敢問，你願不願意和我正式在一起，因為害怕失去。但若你不問，你永遠不知道自己究竟站在什麼位置。愛情不是等來的，而是需要確認與選擇。結語：曖昧是過渡還是終點？曖昧可以是一段愛情的序章，但它不應該是全劇，因為一段真正的愛不是永遠在也許與可能之間徘徊，而是勇敢地走到是與不是的答案。如果有人總是享受你的好，卻不願意給你承諾，那麼答案已經很清楚，他愛的不是你，而是沒有責任的舒適感。記住，真正的靈魂伴侶不會讓你一直猜，他會用行動告訴你，你是唯一。所以下一次，當你沉浸在甜蜜又不安的曖昧裡，請問自己一個問題：這份關係真的值得我等待，還是只是他逃避承諾的方式呢？